事情刚开始不对劲，是医院晚上送过来的急诊病人，他躺在病床上疯狂抽搐，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般狂躁，眼睛瞪得浑圆，眼球上蒙着一层灰白色浑浊。尽管病人家属声称是感染狂犬病，可作为是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我深知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我已经给他注射了食管镇定剂，就是一头大象也该昏睡了。但眼前的病人仍然如此狂躁，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就在这时，脑子里突然闪过前几天偶然刷到的视频，画面上是某隔离病房里疯狂撕咬护栏的病人，症状近可眼前，这人如出一辙。难道之前有传言丧尸爆发是真的？想到这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如果丧尸爆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安全住所。普通小区的防盗门、别墅的栅栏都形同虚设，只有钢筋混凝土浇筑、高围墙带防御设施，能抵御蜂拥而至的感染者。想到这，我立刻嘱咐值班护士密切监测这个病人。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打我电话。随后便疯狂刷新本地政务网和拍卖平台，手指划过无数商铺、住宅信息，一条红色公告突然跳出来：城西废弃监狱拍卖，原为重刑犯关押地，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附带瞭望塔与高压电网，今日17点前截止竞价。就是它了！我摸出手机，点开银行 app， 看着那串冗长的数字，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爸妈，做能源生意攒下的10亿，不是让你挥霍的，是留着应对绝境的。当时我只当是老人多虑，此刻却无比庆幸这份未动的遗产，足够我赌一次活下去的机会。赶到拍卖行时，竞价已近尾声，我直接叫价2亿成功拿下，签合同、转账、拿产权证明，全程不到2小时。走出拍卖行时，护士发来微信：冷主任又收了2个类似病人，院长让封锁消息。我花2个亿买下一所废弃监狱，只因丧尸危机临近，重生回来，我加快末日堡垒的打造。买下监狱的第2天一早，我独自驱车直奔这座监狱。监狱的围墙是3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围墙高6米，顶部的高压电网虽已锈蚀，但框架完好。院内4角的3层瞭望塔孤零零矗立，站在塔顶，能清晰看到周边100米内的所有动静。我走遍整个监狱，脑子里飞速规划改造方案。核心区必须分3大块：防御区、生活区、医疗区。我掏出本子写画画。医疗区按手术室无菌标准来，墙面做防腐蚀处理。生活区就选在原狱警宿舍，带独立卫浴，加装保温隔热层。卧室里也得守住基本的舒适。地下仓库需扩容加固，划分出物资区、武器区与能源区，预留足够空间存放海量生存物资和设备。围墙加高到20米，外侧做倾斜设计，顶部加3层刀片刺网和高压电网。所有门窗换成20厘米厚的特种钢，3重锁加电动滑轨，外面做伪装墙。接下来就是施工了。5天，核心改造必须完成。这是我给包工头定的死命令，钱不是问题，只因我要赶在丧尸危机爆发前打造好安全堡垒。为了赶进度，我直接联系了3家建材供应商，定下1万包水泥、500卡车花岗岩和500捆高强度钢筋，物资囤积也在同步推进。凭借麻醉科主任的身份，我以支援偏远医疗点为由，从药房调拨了大量抗生素、止血药和外伤缝合包。粮食方面，1500公斤压缩饼干、500箱肉类罐头、300箱脱水蔬菜，额外加购5000公斤真空包装大米。所有粮食都码进地下仓库的防潮货架，离地面30厘米，避免霉变。水源是生存关键，我直接采购5000桶桶装水、2000箱瓶装水，搭配1000片净水片和5套大型净水设备，即便遇到极端情况，也能通过净化周边水源补充，确保10年以上供水无忧。能源是重中之重，我订购了100套太阳能电池板铺，满了监狱屋顶。另外还买了10台柴油发电机，搭配5000桶柴油，就算完全断网，也能保障医疗区监控和电网的核心供电达2万小时。改造第4天，核心工程基本竣工，20米高的围墙外侧倾斜，顶部的高压电网通了电，发出细微的滋滋声。特种钢门窗严丝合缝，从外面看和普通墙体毫无区别。医疗区的无影灯亮起，心电监护仪显示正常。地下仓库的物资分类码放整齐，武器区的防刺服、弩箭和自制麻醉喷雾一应俱全。站在瞭望塔上，看着这座初具规模的堡垒，我心里不禁感慨：末日病毒真的会全面爆发吗？自从医院收治一个疑似狂犬病患者以来，社交平台上开始流传人咬人的视频，官方依旧以恶意剪辑辟谣。重生回来，我很清楚末日危机即将到来。我一头扎在监狱堡垒的验收工作里，每一个细节都不敢马虎。我特意嘱托施工队负责人：电网调试，门窗锁区再检查一遍，有问题立刻汇报。今天我得进城取最后一批托关系购置的抗生素和急救耗材。驱车进城的路上，景象已经不对劲。路边一辆货车侧翻，司机趴在车头，嘴角流着咸水，眼神浑浊。取抗生素时，医院药房主任偷偷塞给我一包东西。医院里已经出现多起感染事故，你多带点药，注意安全。拎着沉甸甸的医疗物资回到车里，就在这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陌生短信：冷主任，监狱西侧围墙因质量坍塌，速来水泥厂协商解决。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随即通过手机看了远程监控，我围墙完好无损。有人想把我骗去，若不是有远程监控，贸然前去，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我冷汗瞬间湿透后背，我得赶紧赶回堡垒。沿途已经彻底乱了。公交车侧翻在马路中央，碎玻璃上沾满暗红色的血迹，几个浑身是血的人趴在车身上，疯狂撕咬着乘客的脖颈。我全程猛踩油门，远处的监狱轮廓越来越清晰，而且我竟看到一群丧尸正试图翻越围墙。不好，围墙高压电网忘记通电。
我猛踩油门，冲过满是血污的马路，监狱轮廓在血色残阳下愈发清晰。围墙外的丧尸已经扒住刀片刺孔，指甲刮擦钢铁的声响尖锐刺耳。我一手紧握方向盘，另一手摸出手机远程操控，按下高压电网启动键的瞬间，中控屏幕红光闪烁，电流滋滋作响。爬墙的丧尸瞬间被强电击飞，尸体堆叠在围墙根下，冒烟碳化。冲进堡垒大门，电动滑轨门在身后迅速闭合。我直奔控制室，反复确认电网电压稳定后，才敢调取远程监控，追查诈骗短信源头。3公里外的荒路上，一辆破旧皮卡停在树林边，2个男人正用望远镜窥探，车厢里堆着撬棍和简易炸药包，显然是想趁乱夺宝的伞兵。刚松口气，监控突然报警，东北角围墙出现细微裂缝，是刚才丧尸密集冲撞导致的。我扛起工具箱冲过去，用加固钢板和高强度螺栓紧急固定，手里的扳手被丧尸撞击围墙的震动震得发麻。忙活间，我发现这些丧尸的力量比医院里的病人强了不少，普通的刀片刺网已经难以完全阻挡。夜幕降临，我站在瞭望塔上，看着围墙外游荡的丧尸群，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问题：之前囤积的净水滤芯只剩最后2组，而堡垒的地下水储备需要定期净化，必须尽快外出搜集物资。天刚蒙蒙亮，我就开始准备外出，给越野车加装了防撞钢板和车顶弩架，背上防刺服、高浓度镇静剂和复合弓，又在车身侧面喷涂了伪装迷彩，确保在混乱的城区不易被察觉。出发前，我再次检查堡垒防御，3重锁锁紧、特种钢门、全自动监控对准围墙四周，一旦有异常，高压电网会自动加大电压。沿途的街道早已沦为丧尸猎场，侧翻的汽车堵满主干道，破碎的玻璃上凝结着暗红色血渍。几只丧尸闻声追来，他们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眼球浑浊却带着疯狂的攻击性。我果断踩下刹车，启动车顶弩架，精准射出麻醉箭，3支箭同时命中丧尸脖颈，他们踉跄几步后倒地抽搐。按照导航找到5金店，大门虚掩着，里面一片狼藉。我握紧复合弓，小心翼翼潜入，身后突然传来嘶吼声，一只丧尸正从货架后冲出，他的手臂异常粗壮，皮肤呈青黑色，显然已经变异。我侧身躲开他的扑击，掏出腰间的自制麻醉喷雾，对着他的口鼻猛喷，趁他踉跄的瞬间，用短刀刺穿他的后脑，丧尸轰然倒地。快速装满2箱滤芯，刚要返程，后视镜里突然出现一辆黑色轿车，正是之前发送诈骗短信的那辆。我立刻猛踩油门，越野车冲破路边的废弃纸箱，甩脱了跟踪者，可心里清楚，这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回到堡垒，刚卸完滤芯，通风系统突然发出刺耳的异响，随即彻底停转。密闭空间里，空气很快变得浑浊。医疗区的无菌环境一旦被破坏，囤积的药品可能会变质。我拎起工具包，钻进通风管道，管道内布满灰尘和蛛网，狭窄的空间只能匍匐前进。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晃动，爬到管道中段，指尖突然摸到一团黏腻的东西，手电照去，竟是一只丧尸卡在管道接口处，想必是之前试图钻进来的。他听到动静疯狂挣扎，管道剧烈摇晃，随时有断裂的风险。我屏住呼吸，掏出短刀找准时机，一刀刺穿他的后脑，丧尸瞬间不动，墨绿色的污血顺着管道流下，散发出刺鼻的恶臭。清理完尸体，继续前行，发现是风机轴承损坏。更换备用轴承时，耳边传来隐约的挖掘声，透过管道缝隙向下看去，围墙外的树林里，那几个伞兵正推着一台小型挖掘机，试图从围墙根部挖洞。我心头一紧，立刻爬回控制室，启动墙面震动装置，围墙内侧的电机高速运转，墙面剧烈晃动，外面传来挖掘机倾倒和伞兵的咒骂声。刚击退伞兵，监控又显示西北方向有大批丧尸聚集，他们的移动速度明显加快，其中几只还在不断撞击围墙。我赶紧检查能源储备，发现柴油发电机的燃油只剩一半，若长期高强度运转，供电迟早会出问题。看来必须冒险去城郊的加油站补充柴油。凌晨3点，我趁着夜色出发前往加油站。越野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车灯只敢开近光，避免吸引丧尸。沿途的农田里，偶尔能看到游荡的丧尸。快到加油站时，我关掉车灯，凭借夜视仪缓慢前行。远远就看到加油站的顶棚已经坍塌了一半，周围游荡着10几只丧尸。我下车换上防刺服，背上复合弓和麻醉喷雾，悄悄潜入加油站。刚靠近储油罐区，一只丧尸突然从加油机后冲出，我侧身躲开，抬手射出麻醉箭，精准命中他的胸口。可没想到，这只丧尸只是踉跄了一下，依旧朝着我扑来。看来病毒已经让他们的抗药性变强了。我果断掏出自制的高浓度麻醉剂，用注射器直接扎进他的脖颈，这次他才缓缓倒地。我快速找到加油泵的控制开关，连接上自带的输油软管，开始往油桶里灌柴油。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车灯划破夜空，正是之前那伙伞兵的皮卡。小子倒是会找地方。为首的男人举着猎枪喊道，身后的几人也纷纷掏出武器。我握紧复合弓，慢慢后退到储油罐旁。加油站周围全是易燃易爆物，你们敢开枪？他们显然没想到这一点，犹豫着不敢上前。我趁机启动输油泵，灌满2桶柴油后，迅速跳上越野车，猛踩油门冲了出去。身后传来伞兵们气急败坏的枪声。回到堡垒时，天已经亮了。我将柴油储存在地下能源区，检查完发电机后，站在瞭望塔上看着远方，心里清楚，这伙伞兵和不断变异的丧尸只会让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监控突然爆顶，西南角围墙外出现了一只体型异常庞大的丧尸，它身高足有3米，皮肤坚硬如铁，正用粗壮的手臂疯狂撞击围墙，每撞一下，围墙就轻微震颤，顶部的刀片刺网都在晃动。我立刻启动高压电网，可电流击中他的身体，只是冒出几道火花，他竟毫无反应。
我赶紧爬上瞭望塔，架起复合弓，装上穿甲箭，瞄准他的后脑，一箭射去，穿甲箭竟被他坚硬的皮肤弹开。我心头一沉，又换上带麻醉剂的箭头，连续射出3箭，都精准命中他的脖颈。可他依旧在疯狂撞击围墙，必须找到他的弱点。我喃喃自语，仔细观察着这只巨型丧尸，突然发现他的眼睛浑浊不堪，却时不时会眯起，似乎惧怕强光。我立刻跑到控制室，启动围墙顶部的大功率探照灯，强光直射巨型丧尸的眼睛。他果然发出一声嘶吼，后退了几步，用手臂遮挡光线。我抓住机会，爬上瞭望塔，将高浓度麻醉剂装进特制的爆破箭里，瞄准他的眼睛射去，箭头刺穿他的眼球，麻醉剂瞬间炸开，巨型丧尸踉跄着后退，最终轰然倒地。我松了口气，刚要下楼，却发现围墙被撞击的位置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必须尽快加固。忙碌到中午，加固工作才完成。我坐在生活区的椅子上，喝着瓶装水，看着地下仓库里的物资清单，发现压缩饼干的库存还很充足，但新鲜蔬菜已经所剩无几。长期缺乏维生素，身体迟早会出问题。看来得在堡垒里开辟一片种植区，尝试自给自足。我将原监狱的操场划分为种植区、翻土、平整土地，忙活了一上午。好在之前囤积物资时，顺手买了些蔬菜种子和营养液，足够搭建一个小型菜园。刚播种完，监控突然显示，之前那伙伞兵又回来了。这次他们带来了更多人，还推着一台简易云梯，显然是想强行翻越围墙。我立刻启动防御系统，围墙外侧的暗网自动发射，放倒了冲在最前面的简。可他们人多势众，很快就将云梯架在了围墙上。有人已经开始攀爬。我爬上瞭望塔，架起复合弓，连续射出穿甲箭，将云梯的连接处射断。攀爬的人纷纷摔了下去。为首的男人见状，掏出一个燃烧瓶，朝着围墙顶部扔来。燃烧瓶落在地面，燃起熊熊大火。我立刻启动围墙内侧的灭火装置，水柱喷涌而出，很快扑灭了火焰。就在这时，我发现有2个伞兵趁着混乱绕到了堡垒的后门，正试图用撬棍撬开特种钢门。我果断掏出麻醉枪，瞄准他们的后背射出，2人瞬间倒地。为首的男人见强攻不下，只好带着剩下的人撤退。我松了口气，下楼检查后门的锁具，发现特种钢门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傍晚，我在种植区搭建好遮阳棚，给种子浇完水后，回到医疗区检查药品，发现抗生素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之前救治自己被丧尸抓伤的小伤口用了不少，看来必须再去城里的药店搜集一批药品。可城里的丧尸肯定比郊区更多，风险也更大。为了搜集药品，我特意挑选了深夜出发，因为丧尸的活动似乎在夜间会减弱一些。越野车行驶在空旷的城市街道上，两侧的建筑漆黑一片，偶尔传来丧尸的嘶吼声，让人不寒而栗。我按照导航找到一家大型药店，门口游荡着10几只丧尸，他们的动作比郊区的更明显。我将越野车停在远处，换上轻便的防刺服，背上弩箭和麻醉喷雾，悄悄潜入药店。刚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药味混合的气息，货架倒塌了不少，药品散落一地。我快速在货架间穿梭，搜集抗生素、止泻药和外伤缝合包，装进背包里。就在这时，一只丧尸突然从2楼冲下来，它的速度极快，瞬间就到了我面前。我侧身躲开它的扑击，掏出麻醉喷雾，对着它的口鼻猛喷，同时抬手射出麻醉箭。可它只是停顿了1秒，又朝着我扑来，我只好掏出短刀与它近身搏斗。搏斗中，我的手臂被他抓伤，火辣辣的疼。我强忍疼痛，一刀刺穿他的后脑，他才倒地不动。我赶紧拿出止血药和绷带，给自己的伤口做了简单处理，然后继续搜集药品。就在背包快装满时，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透过窗户一看，竟是几辆军用越野车，车上的士兵穿着防化服，正朝着药店走来。我心里一惊，赶紧躲到货架后面，透过缝隙看到士兵们正射杀丧尸，同时搜集药品和物资。他们的装备精良，动作专业，显然是官方的救援队伍。可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感染者？我犹豫着要不要出去，却看到他们将搜集到的物资装上车后，很快就离开了。我趁机赶紧离开药店，回到越野车上，发现手臂的伤口已经开始红肿，看来必须尽快回去处理，避免感染。回到堡垒，我立刻冲进医疗区，给自己的伤口消毒、缝合，然后注射了抗生素。处理完伤口，我瘫坐在椅子上，心里一阵后怕。如果刚才被那只快速丧尸咬到，后果不堪设想。休息了几个小时，我起身检查种植区，发现种子已经发芽，嫩绿的小苗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可就在这时，通风系统再次出现故障，而且这次比上次更严重，整个堡垒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我再次钻进通风管道，发现管道深处竟有一窝丧尸，他们是从破损的管道口钻进来的，已经在里面筑巢了。我握紧短刀，小心翼翼地前进。丧尸们听到动静，纷纷朝着我爬来。我一边后退，一边射出麻醉箭，可空间太小，根本无法施展。一只丧尸突然扑到我面前，我只好用短刀抵住他的胸口，另一只手掏出麻醉剂扎进他的脖颈。好不容易清理完管道里的丧尸，我发现管道的破损处比想象中更大，必须用新的钢板修补。我从地下仓库取出材料，忙活了一下午才将管道修补好。通风系统重新启动，堡垒里的空气渐渐清新起来。傍晚，我站在瞭望塔上，看着远方的城市轮廓，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官方的救援队伍出现了，是不是意味着有安全区？可他们为什么只是搜集物资就离开？
我打开手机，尝试连接网络，没想到竟搜到了一个微弱的信号，一条官方公告跳了出来：汉城已全面沦陷，安全区设在城外50公里的军事基地，幸存者可自行前往。看到官方公告，我陷入了沉思。军事基地虽然是安全区，但路途遥远，沿途肯定布满了丧尸和掠夺者，而且不知道安全区的真实情况会不会已经被丧尸攻破。相比之下，自己的堡垒防御坚固，物资充足，似乎更安全。可长期独自生存也不是办法，万一遇到无法应对的危机，连个帮手都没有。犹豫了一夜，我还是决定先留在堡垒，同时做好前往安全区的准备。第二天一早，我开始检查车辆，给越野车做全面保养，更换轮胎和机油，又加装了更多的防撞设施，然后整理物资，将重要的药品、粮食和武器装进车里，随时准备出发。就在这时，监控突然显示，之前那伙伞兵又来了，而且这次他们带来了一台小型火炮，看来他们是想彻底攻破堡垒。我冷笑一声，立刻启动所有防御系统。为首的男人用扩音器喊道：“冷风，识相的就开门投降，否则我们就炸平你的堡垒。”我爬上瞭望塔，举起复合弓，有本事就试试。我这围墙是3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你那小火炮能不能炸开还是个问题。说完，我射出一箭，精准命中火炮的瞄准镜。他们见状，立刻开炮，炮弹击中围墙，炸开一个浅坑，围墙只是轻微震颤。我立刻启动地下仓库的暗炮，瞄准他们的皮卡射去，炮弹精准命中车厢，皮卡瞬间起火爆炸。剩下的伞兵吓得四散奔逃，我松了口气。可刚下楼，就发现围墙的浅坑处有几只丧尸正顺着裂缝往里钻。我赶紧掏出麻醉枪，将他们一一放倒。处理完围墙的裂缝，我回到医疗区检查伤口，发现手臂的红肿已经消退，看来抗生素起作用了。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浑身乏力，难道是被那只快速丧尸抓伤后感染了病毒？我赶紧给自己做了检查，体温正常，心跳也平稳，应该只是过度劳累导致的。休息了半天，体力渐渐恢复，我开始整理地下仓库，将物资重新分类码放，发现之前囤积的瓶装水已经用了不少，虽然有净水设备，但水源的安全依旧是个隐患。我决定去附近的水库看看，那里的水经过净化后，应该能作为长期水源。驱车前往水库的路上，丧尸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快速丧尸和小型变异体。我只好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到达水库时，发现岸边有几只丧尸正在游荡。我用麻醉枪将他们放倒后，靠近水库边取样。检测后发现，水库的水没有被病毒污染，只是有些浑浊，用净水设备处理后就能饮用。我立刻连接上净水软管，将水库的水引入自带的储水罐。就在这时，一只丧尸突然从水里冲出，朝着我扑来。原来水下也有丧尸，我侧身躲开，掏出短刀刺穿他的后脑，他才沉入水中。我赶紧加快输水速度，灌满储水罐后，迅速收拾好设备，跳上越野车。回到堡垒，我将净化后的水储存在地下仓库的储水区。检查完净水设备后，心里踏实了不少。可就在这时，监控显示，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一架直升机，正朝着堡垒的方向飞来。直升机越来越近，我能清晰看到机身上的官方标志是安全区的救援直升机。我心里一阵激动，难道是救援来了？可直升机并没有降落，只是在堡垒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朝着军事基地的方向飞去。我赶紧拿出手机，尝试联系直升机，可信号太弱，根本无法接通。看来他们只是巡逻。我有些失落，但也明白安全区的救援力量有限，不可能顾及到每一个幸存者。我回到控制室，继续加固防御，同时开始研究病毒的变异规律。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我取出之前搜集的丧尸血液样本，在医疗区进行检测，发现病毒的变异速度越来越快，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毒株。就在这时，堡垒突然剧烈震颤了一下，监控显示东北方向的地面出现了裂缝，几只丧尸从裂缝里爬了出来。我赶紧跑去检查，发现是之前的巨型丧尸撞击围墙，导致地基出现了轻微沉降。我只好再次扛起工具箱去加固地基。忙活了一晚上，地基加固完毕。我坐在瞭望塔上，看着远处的直升机消失的方向，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等堡垒的防御再完善一些，就前往军事基地，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或许还能找到研发病毒解药的线索。为了前往军事基地，我开始做最后的准备，给越野车装满柴油和物资，检查所有武器装备，确保复合弓、麻醉枪和短刀都能正常使用。同时，我在堡垒里设置了自动防御系统，一旦有丧尸靠近，高压电网和按钮会自动启动，希望能守住这座堡垒。万一军事基地不安全，还能回来。出发当天，天刚亮，我就驾驶着越野车离开了堡垒。沿途的景象比想象中更惨烈，街道上布满了丧尸的尸体和废弃的车辆，偶尔能看到几只游荡的丧尸，它们的变异程度比之前更严重，有的长出了锋利的爪子，有的速度快如猎豹。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丧尸群，按照导航朝着军事基地的方向前进。行驶到一半路程时，越野车突然爆胎，我只好停车更换轮胎。就在这时，几只快速丧尸从路边的建筑里冲出，朝着我扑来。我赶紧掏出麻醉枪，连续射出几箭，放倒了2只，可剩下的几只已经逼近。我果断掏出短刀，与他们近身搏斗。这些快速丧尸的动作极其敏捷，我躲闪不及，手臂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强忍疼痛，一刀刺穿一只丧尸的后脑，然后转身射出麻醉箭，放倒了最后一只。我赶紧给自己的伤口消毒、包扎，更换完轮胎后继续赶路。傍晚时分，终于看到了军事基地的轮廓，可远远望去，基地的围墙已经倒塌了一半，里面浓烟滚滚，显然已经被丧尸攻破。我心里一沉，只好停车观察，思考下一步的打算。
军事基地的景象惨不忍睹，围墙倒塌处，丧尸们正疯狂地涌入基地，里面传来零星的枪声和惨叫声。我知道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只能掉头返回堡垒。可就在这时，一只丧尸突然从路边的草丛里冲出，扑到了越野车的挡风玻璃上。我掏出麻醉枪，将它放倒后，发现这只丧尸的身上穿着军装，看来是基地里的士兵感染变异的。我心里一阵难过，可也只能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返程的路上，丧尸越来越多，而且不断有变异体出现，我只好绕路行驶，耽误了不少时间。深夜，越野车行驶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突然看到前方有一处亮着灯光的小屋，难道还有其他幸存者？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发现小屋的门窗都加固过，里面传来轻微的动静。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警惕的声音：“谁？”我是幸存者，从城西监狱来，路过这里。我回答道。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上下打量着我。你一个人？我点点头，他才打开门让我进去。小屋里面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货架，上面摆满了粮食和药品。我叫老陈，之前是这里的农民，丧尸爆发后就一直躲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问他有没有见过其他幸存者。老陈摇摇头，这附近就我一个，之前有几个人来过，可都被丧尸抓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老陈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便邀请他跟我一起回堡垒。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我和老陈出发返回堡垒。老陈对附近的地形了如指掌，带着我走了一条近路，避开了不少丧尸群。沿途，老陈给我讲了很多丧尸爆发后的事情，说他亲眼看到很多人被丧尸咬伤，然后变成了新的丧尸，心里一阵唏嘘。快到堡垒时，远远就看到围墙外有几只丧尸在游荡。老陈有些害怕，这么多丧尸，我们怎么进去？我笑着说，放心，我的堡垒防御很坚固。我启动远程控制，打开电动滑轨门，同时启动高压电网，将游荡的丧尸击退。我们开车冲进堡垒，门在身后迅速闭合。我带着老陈参观了堡垒，他对这里的防御设施和物资储备惊叹不已。没想到你这里这么安全。我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然后让他休息，自己则去检查堡垒的防御，发现自动防御系统运行正常，物资也都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接下来的几天，我和老陈一起加固堡垒，整理物资。老陈很勤快，帮我打理种植区，还教会了我很多生存技巧。可就在这时，监控突然报警，围墙外出现了大量的丧尸，其中不乏巨型丧尸和快速丧尸，他们正朝着堡垒疯狂涌来，看来是一场大规模的尸潮。尸潮越来越近，密密麻麻的丧尸挤满了围墙外的空地。巨型丧尸在前面开路，不断撞击围墙；快速丧尸则试图攀爬，场面极其恐怖。我立刻启动所有防御系统，高压电网发出滋滋的声响，刀片刺网也发挥了作用。可丧尸太多了，电网很快就不堪重负，指示灯开始闪烁。老陈，你去启动备用发电机，确保供电稳定。老陈立刻跑去地下能源区，启动了备用发电机。我爬上瞭望塔，架起复合弓，装上穿甲箭，瞄准巨型丧尸的眼睛射去。一只巨型丧尸被击中，发出一声嘶吼，倒地不起。可更多的丧尸涌了上来，围墙的裂缝越来越大，有些丧尸已经顺着裂缝钻了进来。我赶紧掏出麻醉枪，将钻进来的丧尸一一放倒，然后跳下瞭望塔，和老陈一起用短刀与丧尸搏斗。老陈虽然害怕，但也很勇敢，拿起我给他的弩箭，不断射向丧尸。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我们杀退了一波又一波的丧尸，地上堆满了丧尸的尸体，我和老陈也都受了伤。傍晚时分，尸潮终于退去，我和老陈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看着满目疮痍的堡垒，围墙多处出现裂缝，物资也消耗了不少，心里清楚这场战斗只是开始。尸潮过后，我和老陈开始清理战场，修补围墙。我们将丧尸的尸体拖到远处掩埋，然后用水泥和钢筋修补围墙的裂缝。忙活了2天，围墙才基本修复完毕。可就在这时，老陈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抽搐，我赶紧将他带到医疗区检查，发现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细小的伤口，应该是战斗时被丧尸抓伤的，已经感染了病毒。我立刻给老陈注射了高浓度抗生素和镇静剂，可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体温越来越高，意识也开始模糊。我看着老陈痛苦的样子，心里一阵焦急，只好尝试用自己研发的抗病毒试剂给他注射。这是我根据丧尸血液样本研发的，还没有经过测试，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注射完试剂后，我守在老陈身边，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老陈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意识也清醒了不少。冷兄弟，谢谢你。他虚弱地说道。我松了口气，看来试剂起作用了。我继续给老陈治疗，几天过后，他的身体渐渐恢复。可就在这时，监控显示，之前那伙伞兵的首领带着更多的人回来了，而且这次他们带来了一台重型挖掘机，显然是想彻底攻破堡垒。我和老陈赶紧做好战斗准备，启动所有防御系统，一场新的战斗即将开始。重型挖掘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伞兵们推着挖掘机朝着围墙疯狂冲来。老陈，你操控暗炮，瞄准挖掘机的履带！我大喊道。老陈立刻跑到地下控制室，启动暗炮，炮弹精准命中挖掘机的履带，挖掘机瞬间停了下来。为首的男人见状，气急败坏地喊道：“给我炸！”身后的人立刻拿出炸药包，点燃后朝着围墙扔来。炸药包爆炸，围墙再次出现裂缝，几只丧尸也趁机钻了进来。我掏出复合弓，射出穿甲箭，将扔炸药包的人一一放倒，然后和老陈一起清理钻进来的丧尸。可伞兵们依旧不死心，不断的扔炸药包，围墙的裂缝越来越大。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主动出击。我让老陈继续操控暗炮，自己则穿上防刺服，背上复合弓和麻醉枪，从堡垒的秘密通道悄悄溜了出去。
绕到伞兵的后方，我突然发起攻击，射出麻醉箭，放倒了几个负责警戒的人。为首的男人没想到我会从后面偷袭，顿时乱了阵脚。我趁机冲过去，抢夺他们的炸药包，扔进旁边的沟里。炸药包爆炸，将剩下的伞兵炸得四处逃窜。为首的男人也被爆炸的冲击波掀飞。我冲过去，用短刀抵住他的喉咙，还敢来吗？他吓得连连摇头。我将他打晕后，赶紧返回堡垒。回到堡垒，我和老陈一起修补围墙，心里清楚，这伙伞兵虽然被击退了，但肯定还会再来，必须尽快加强堡垒的防御。为了加强防御，我和老陈开始在围墙外挖掘战壕，灌满汽油，设置成防火带，同时在围墙顶部加装更多的探照灯和按钮，确保全方位无死角防御。忙活了几天，防御工事终于完善，我和老陈才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我发现种植区的蔬菜开始枯萎，检查后发现是土壤肥力不足。老陈说，附近的山林里有腐叶土，肥力很足，我们可以去搜集一些。我点点头，和老陈一起带上工具前往附近的山林。山林里的丧尸不多，我们很快就搜集了不少腐叶土。可就在返程时，一只体型怪异的丧尸突然从树上跳了下来，它的身体细长，动作敏捷，像猴子一样。我赶紧射出麻醉箭，可它速度太快，轻易就躲开了。这只丧尸朝着老陈扑去，老陈吓得连连后退。我果断掏出短刀，冲过去挡住他的攻击，与他近身搏斗。他的爪子锋利无比，我的防刺服都被抓破了，手臂也被划伤。我强忍疼痛，找准时机，一刀刺穿他的后脑，他才倒地不动。回到堡垒，我给手臂的伤口消毒包扎后，和老陈一起将腐叶土铺在种植区。看着重新焕发生机的蔬菜，心里涌起一丝希望。可我知道，末世里的危险无处不在，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活下去。清晨，我被一阵奇怪的声响吵醒，走出宿舍一看，发现老陈正对着监控屏幕发呆。怎么了？我问道。老陈指着屏幕，你看，那些丧尸好像在聚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围墙外的丧尸正在朝着一个方向聚集，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我赶紧爬上瞭望塔，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远处的公路上有一辆军用卡车正在行驶，车上装满了物资，后面跟着一大群丧尸，看来是有人在运输物资，被丧尸盯上了。我说道。老陈有些担心，会不会是之前的救援队伍？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去看看。如果是幸存者，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也能多一个盟友。我和老陈驾驶着越野车，朝着军用卡车的方向驶去。靠近后发现卡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他正拼命地踩着油门，试图甩掉身后的丧尸。快上车！我大喊道，将越野车停在卡车旁边。司机看到我们，像是看到了救星，赶紧跳下车，钻进我们的越野车。我们立刻启动车辆，甩开了身后的丧尸。司机喘着气说，谢谢你们，我是军事基地的后勤兵，基地沦陷后，我就一直带着物资寻找幸存者。我们将司机带回堡垒，他告诉我们，军事基地里还有一些幸存者被困在地下工事里，他是出来寻找救援的。我和老陈商量后，决定帮助他，一起去营救被困的幸存者。为了营救军事基地的幸存者，我和老陈、后勤兵一起做准备。后勤兵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军事基地的布局。地下工事的入口在基地的西北角，那里的丧尸相对较少。我们检查了所有武器装备，给越野车装满柴油和物资，然后出发前往军事基地。到达军事基地附近，我们将越野车停在隐蔽处，然后徒步潜入。按照后勤兵的指引，我们避开了大量的丧尸，顺利到达地下工事的入口。入口处有几只丧尸在游荡，我们用麻醉枪将他们放倒后，打开了入口的大门。地下工事里一片漆黑，我们打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前进。走了没多久，就听到前方传来说话声，是我们自己人。后勤兵大喊道。前方的人听到声音，立刻举起武器，看到是后勤兵才放下心来。地下工事里有10几名幸存者，都是军事基地的士兵和医护人员，他们看到我们都很激动。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堡垒，邀请他们一起前往。他们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我们整理好他们的物资，然后一起朝着出口走去。可就在这时，一只巨型丧尸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朝着我们扑来。士兵们立刻开枪射击，可子弹根本无法穿透他的皮肤。我赶紧掏出复合弓，装上穿甲箭，瞄准他的眼睛射去。巨型丧尸发出一声嘶吼，倒地不起。我们趁机冲出地下工事，跳上越野车，朝着堡垒的方向驶去。回到堡垒，我将新来的幸存者安排在原狱警宿舍，给他们分配了物资和武器。其中一位医护人员叫李医生，他对病毒研究很有经验。我和他一起成立了临时实验室，继续研发病毒解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起加固堡垒，整理物资，训练士兵们使用防御武器。李医生通过分析丧尸血液样本，发现病毒的核心在大脑深处，只要破坏病毒核心，就能杀死丧尸。我们根据这个发现，改良了武器，在箭头和子弹上涂抹了特制的病毒抑制剂，效果显著。可就在这时，监控突然报警，围墙外出现了一只变异的丧尸王。它体型庞大，速度极快，皮肤坚硬如铁，还能发出超声波，让周围的丧尸变得更加疯狂。它带领着大量的丧尸朝着堡垒疯狂涌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降临了。我立刻启动所有防御系统，士兵们也都登上瞭望塔，做好战斗准备。丧尸王一声嘶吼，丧尸们像潮水一样冲向围墙，高压电网和按钮不断射杀丧尸，可他们依旧前赴后继。丧尸王冲到围墙下，用粗壮的手臂疯狂撞击围墙，围墙剧烈震颤，裂缝越来越大。丧尸王的撞击越来越猛烈，围墙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塌了一片。
丧尸们蜂拥而入，与士兵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我拿起改良后的复合弓，装上涂有病毒抑制剂的穿甲箭，瞄准丧尸王的大脑射去。穿甲箭精准命中，可丧尸王只是踉跄了一下，依旧朝着我扑来。必须击中他的病毒核心。李医生大喊道。我仔细观察着丧尸王，发现他的额头处有一个微弱的红光，应该就是病毒核心。我再次举起复合弓，一箭射去，穿甲箭精准命中红光处，丧尸王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轰然倒地。失去首领的丧尸们顿时乱作一团。士兵们趁机发起反击，将涌入的丧尸一一射杀。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将所有丧尸清理干净。堡垒里一片狼藉，不少士兵都受了伤，围墙也倒塌了一大片。我和李医生赶紧救治受伤的士兵，老陈则带领其他人清理战场、修补围墙。看着疲惫不堪的众人，我心里清楚，这场战斗虽然胜利了，但病毒还在不断变异，未来的生存之路依旧充满坎坷。战斗结束后，我们开始重建堡垒。士兵们负责修补围墙、加固防御设施，老陈则带领大家打理种植区，确保粮食供应。李医生和我继续在实验室里研发病毒解药。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研发出了一种能抑制病毒扩散的疫苗。虽然不能彻底消灭病毒，但能让被感染者避免变异。我们给所有幸存者注射了疫苗，然后开始计划清理周围的丧尸，扩大生存范围。我和几名士兵驾驶着越野车，朝着附近的小镇出发。小镇里的丧尸不多，我们用改良后的武器，很快就清理了大部分丧尸。在小镇的药店和超市里，我们搜集到了大量的药品和物资，满载而归。可就在返程时，我们遇到了一只速度极快的变异丧尸，它的速度比之前的快速丧尸还要快，根本无法瞄准。一名士兵不小心被他抓上。我赶紧给他注射了疫苗，好在疫苗起作用了，他没有变异，我们只好暂时撤退。回到堡垒后，开始研究对付这种高速变异丧尸的方法。为了对付高速变异丧尸，我和士兵们一起改良了武器，制作了一种特制的麻醉网，只要将麻醉网展开，就能困住高速移动的目标。我们还在越野车顶部加装了大功率的声波发射器，利用高速变异丧尸惧怕声波的特点驱赶他们。准备就绪后，我们再次前往小镇寻找那只高速变异丧尸。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它的踪迹，它正在小镇的街道上游荡。我启动声波发射器，高速变异丧尸果然变得烦躁不安，开始四处逃窜。我们趁机展开麻醉网，将它困住，然后注射了高浓度麻醉剂，将它带回了堡垒。李医生对这只高速变异丧尸进行了解剖研究，发现它的神经系统已经被病毒完全控制，速度和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通过研究，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疫苗，让疫苗的效果更好。同时，我们还发现这种高速变异丧尸的血液里含有一种能增强人体免疫力的物质，或许能用来研发更有效的解药。利用高速变异丧尸血液里的物质，我和李医生终于研发出了能彻底消灭病毒的解药。我们将解药批量生产，然后开始计划清理汉城的丧尸，建立更大的安全区。幸存者们都很兴奋，纷纷报名参加清理行动。我们分成几个小队，驾驶着越野车，带着解药和武器，朝着汉城出发。汉城的丧尸数量极多，而且变异体也更多，清理行动异常艰难。我们利用声波发射器驱赶丧尸，用麻醉网困住变异体，然后给他们注射解药。大部分丧尸注射解药后都恢复了理智，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已经不再具有攻击性。可就在清理行动进行到一半时，我们遇到了一伙装备精良的掠夺者，他们看到我们手里的解药，想要抢夺。解药是用来拯救幸存者的，不是你们的战利品！我大喊道。掠夺者们却不听劝阻，纷纷举起武器，朝着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只好放下清理行动，与掠夺者展开搏斗。这些掠夺者的战斗力很强，而且心狠手辣，不少士兵都受了伤。我掏出复合弓，装上穿甲箭，瞄准掠夺者的首领射去，将他放倒后，其他掠夺者才纷纷逃窜。击退掠夺者后，我立刻召集小队清点伤亡，2名士兵手臂被砍伤，李医生正在医疗区紧急缝合。老陈攥着詹妮的弩箭走来，我顺着他们逃跑的脚印追了2公里，直向汉城老工业区，那里有座废弃的罐头厂，应该是他们的据点。我看着地图沉吟，他们敢抢夺解药，肯定藏着不少猫腻。李医生留下照看伤员和完善解药，我带老陈和3名士兵连夜突袭，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出发前，我们给越野车装满声波发射器和麻醉网，还带上了10支高浓度解药注射器，或许能解救被掠夺者控制的感染者。深夜的工业区一片死寂，罐头厂的铁皮屋顶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老陈凭借地形经验带我们从排污管道潜入，刚爬到尽头，就听到里面传来嘶吼声。透过通风口看去，厂区里关着10几只被铁链锁住的丧尸，掠夺者正用活人做诱饵，测试丧尸的攻击强度。卑鄙！一名士兵咬牙低语。我打了个手势，声波发射器同时启动，刺耳的声波让丧尸疯狂挣扎，掠夺者也捂着头乱作一团。我们趁机冲出，麻醉网瞬间困住3名守卫。老陈用撬棍砸开铁锁，放走被囚禁的幸存者。就在这时，厂房深处冲出一个高大身影，正是掠夺者首领。他手里举着一瓶绿色药剂，这是我改良的病毒，你们的解药对他没用。他将药剂泼向一只丧尸，那丧尸瞬间体型暴涨，皮肤变成墨黑色。我果断射出涂了解药的穿甲箭，精准命中他的额头，丧尸踉跄几步后恢复平静。首领见状转身就跑，却被老陈
陈设置的半阻半挡，我们一拥而上将他制服。清理完据点，我们带着幸存者和缴获的病毒样本返程，却发现罐头厂的仓库里藏着一张标注着病毒原始毒株存放点的地图。回到堡垒，李医生立刻对缴获的病毒样本进行分析，脸色凝重地说：“这毒株比我们之前遇到的变异更快，而且能通过空气传播。幸好他们还没批量生产。”我展开那张地图，发现原始毒株的存放点就在汉城大学的生物实验室，那里曾是病毒爆发的源头。必须毁掉原始毒株，否则还会有更多变异体出现。我下定决心，这次出发，李医生主动请缨。我熟悉实验室的结构，能帮大家找到毒株存放地。老陈则提前加固了越野车的防护，加装了空气过滤系统，防止被变异病毒感染。沿途的丧尸明显增多，而且不少都带着墨黑色皮肤，显然是接触过改良病毒的变异体。我们启动声波发射器开路，老陈驾驶越野车灵活避开拥堵的车辆，李医生则在途中给遇到的幸存者注射解药。到达汉城大学时，校门口挤满了变异丧尸，他们的速度极快，声波发射器的效果也大打折扣。用麻醉网，我大喊着展开设备。3张麻醉网同时飞出，困住了冲在前面的丧尸群。我们趁机冲进教学楼，沿着楼梯向地下实验室进发。实验室的大门被钢板封死，士兵们用炸药炸开缺口，里面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李医生带领大家找到储存毒株的低温冰箱，就在他准备销毁时，一只体型巨大的毒囊丧尸突然从通风口钻出，他的身体布满脓包，一靠近就会喷出毒液。我立刻射出穿甲箭，却被他的脓包挡住，毒液溅在地面滋滋作响。老陈扔出燃烧瓶，火焰暂时逼退了他。李医生趁机按下销毁按钮，冰箱发出一阵轰鸣，毒株被高温焚毁。我们赶紧撤退，身后的实验室传来剧烈爆炸，毒囊丧尸被埋在了废墟之下。返程途中，李医生发现地图背面标注着一个秘密联络点，似乎还有其他势力在追查病毒源头。回到堡垒，我们对联络点展开调查，发现它位于城郊的一座废弃信号塔附近。老陈回忆道：“我之前去过那片区域，信号塔周围有很多陷阱，像是有人长期驻守。为了弄清对方身份，我们决定伪装成幸存者前去探查。我和老陈换上破旧的衣服，只带了一把短刀和几支解药，驾驶着一辆报废的皮卡出发。靠近信号塔时，果然看到周围布满了半雷和铁丝网，塔下有一间临时搭建的木屋，门口站着2名手持步枪的守卫。我们是逃难来的，被丧尸咬伤了，求你们给点药！我假装虚弱的喊道。守卫警惕地打量我们，其中一人说道：“这里不接收外人，赶紧走。”就在这时，木屋门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竟是医院的药房主任张主任。你怎么在这里？我又惊又喜。张主任看到我，连忙让守卫放行。我从医院逃出来后，就带着几名医护人员躲在这里，一直在研究病毒抗体。进入木屋，里面果然有5名医护人员，还有10几名受伤的幸存者。张主任告诉我们，信号塔能接收微弱的卫星信号，他们一直在监听安全区的消息，却只收到断断续续的求救信号。似乎军事基地的地下工事也遭到了丧尸围攻。我们的抗体效果不佳，幸好你们研发出了解药。他拿出一叠研究资料。这是我们收集的病毒变异数据，或许能帮你们完善解药。就在我们交流时，信号塔突然发出警报，监控显示大批变异丧尸正在靠近，是毒囊丧尸的同类。一名医护人员惊呼，我立刻联系堡垒，让士兵们带着重武器赶来支援，同时和老陈、张主任一起设置防御，准备迎接战斗。丧尸群越来越近，他们身上的脓包不断膨胀，显然准备喷射毒液。张主任带领医护人员将幸存者转移到信号塔的地下室，我和老陈则在塔下设置陷阱，将汽油桶埋在土里，连接上引爆装置，等他们靠近就点火，阻止他们喷射毒液。我对老陈说，很快丧尸群冲到了铁丝网前，老陈果断按下引爆器，汽油桶轰然爆炸，火焰瞬间吞没了前排的丧尸，可剩下的丧尸依旧悍不畏死，他们冲破铁丝网，朝着木屋扑来。就在这危急时刻，堡垒的支援部队赶到了，声波发射器和按钮同时启动，丧尸群被打得节节败退。我趁机射出涂了解药的穿甲箭，精准命中几只丧尸的额头，他们很快恢复平静，不再具有攻击性。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我们终于击退了丧尸群。张主任看着被解救的丧尸，感慨道：“没想到解药效果这么好，我们终于有希望。”我提议将信号塔的医护人员和幸存者都转移到堡垒，那里的防御更坚固，物资也更充足。转移途中，张主任给我看了一段监听记录，里面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说，原始毒株已被销毁，但母体还在，它会孕育出更强的变异体。我心里一沉，追问母体是什么，张主任却摇摇头，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它藏在汉城的核心区域。回到堡垒，我们将张主任的研究资料与李医生的解药配方结合，对解药进行升级，使其能应对更多类型的变异病毒。同时，我让士兵们加强侦查，务必找到母体的位置，将其彻底消灭。根据监听记录和病毒变异数据，李医生推测母体可能藏在汉城的会展中心，那里空间广阔，便于病毒扩散，而且爆发初期曾被用作临时隔离点。为了摸清情况，我和老陈2名士兵组成侦察小队，驾驶着伪装后的越野车前往探查。会展中心被一层厚厚的藤蔓覆盖，藤蔓上挂着不少丧尸的尸体，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这些藤蔓不对劲，像是被病毒感染了。老陈用撬棍拨开一根藤蔓，发现它的内部是墨绿色的，还在微微蠕动。
我们小心翼翼地潜入会展中心，里面一片漆黑，只有几缕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户照射进来。走了没多久，就听到一阵低沉的嘶吼声，顺着声音看去，会展中心的大厅里，一只巨大的丧尸趴在地上，它的身体被藤蔓缠绕，像是一座小山，正是母体。母体的周围有几十只变异丧尸守护，它们的眼睛发出红光，警惕地盯着四周。我拿出望远镜观察，发现母体的头部有一个巨大的脓包，里面似乎包裹着某种核心，那应该是病毒的源头，必须摧毁它。我低声说道。就在我们准备撤退汇报时，一名士兵不小心碰到了地上的钢筋，发出刺耳的声响。守护的丧尸立刻朝着我们冲来，他们的速度极快，还能喷射毒液。我们赶紧启动随身携带的小型声波发射器，趁机撤退。可还是被一只丧尸的毒液溅到了手臂，皮肤瞬间红肿起来。回到堡垒，李医生立刻给受伤的士兵注射解药，幸好及时，没有出现变异症状。我们根据侦查到的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决定3天后对会展中心发起总攻，彻底摧毁母体。总攻当天，我们分成3个小队，第一小队由我带领，负责正面吸引母体和丧尸的注意力；第2小队由老陈带领，从会展中心的通风管道潜入，伺机攻击母体的核心；第3小队由张主任和李医生带领，负责救治伤员和投放解药。出发前，我们给所有士兵都注射了升级版的解药，穿上了防毒液的防护服。到达会展中心后，第一小队率先发起攻击，声波发射器和按弩同时开火，丧尸群立刻朝着我们冲来。我驾驶着越野车，不断穿梭在丧尸群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老陈带领第2小队趁机钻进通风管道，管道里布满了蠕动的藤蔓，一不小心就会被缠绕。老陈用砍刀劈开藤蔓，带领士兵们艰难前进，很快就到达了大厅的上方。透过通风口，他们清晰地看到了母体的头部脓包。老陈举起复合弓，装上穿甲箭，瞄准脓包射去。穿甲箭精准命中，脓包瞬间破裂，墨绿色的毒液喷涌而出。母体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身体剧烈震颤，周围的丧尸也变得狂躁起来。我趁机指挥第1小队发起冲锋，士兵们用涂了解药的武器攻击丧尸，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可母体并没有倒下，它的身体开始收缩，然后猛地炸开，无数细小的病毒孢子飘散开来。快戴上防毒面具！李医生大喊道。大家立刻戴上面具，可还是有几名士兵吸入了孢子，开始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张主任赶紧给他们注射解药，症状才得到缓解。我们趁机清理剩余的丧尸，老陈则在母体的残骸中找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核心，这应该就是病毒的最终源头。我们将核心放入特制的密封容器中，准备带回堡垒销毁。回到堡垒，我们将黑色核心放进高温销毁炉，启动开关后，核心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很快就被烧成了灰烬。李医生检测后发现，空气中的病毒孢子正在逐渐消散，解药的效果比预期更好。可就在我们松口气时，监控突然报警，西南方向的围墙外出现了大量的普通丧尸，他们像是失去了控制，漫无目的的游荡。难道母体被销毁后，这些丧尸恢复了部分理智？老陈疑惑地说。我决定带领小队出去探查，驾驶着越野车靠近丧尸群，发现他们虽然还在游荡，但不再主动攻击人，眼神也变得浑浊不堪。我拿出解药注射器给一只丧尸注射后，他竟然慢慢停下了脚步，瘫坐在地上，似乎恢复了意识。太好了，解药对他们也有效！一名士兵兴奋地喊道。我们立刻联系堡垒，让李医生和张主任带着大量解药赶来，开始对周围的丧尸进行注射。经过2天的努力，我们解救了上千名丧尸，他们虽然身体虚弱，但都恢复了理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可就在这时，一名恢复理智的幸存者告诉我们，汉城的另一处废弃工厂里还有一伙人在秘密培养丧尸，他们似乎想要利用丧尸统治城市。我心里一沉，没想到还有人在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回到堡垒，我们立刻制定计划，准备前往废弃工厂阻止他们的阴谋。同时，我们将解救的幸存者安置在堡垒周围，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安全社区，让他们帮忙打理种植区和物资仓库，共同抵御危险。根据幸存者提供的线索，废弃工厂位于汉城的东郊，曾经是一家生物制药厂，里面有完善的培养设备。我带领老陈、张主任和10名士兵出发，这次我们带上了批量生产的解药和重型武器，务必一举摧毁这个非法培养基地。到达工厂附近，我们发现工厂的外围布满了铁丝网和监控摄像头，显然防守严密。我从后门潜入，破坏监控系统，你们趁机进攻。老陈自告奋勇，他凭借灵活的身手，很快就绕到了工厂的后门，用撬棍撬开了门锁，悄悄溜了进去。没过多久，工厂的监控摄像头全部失灵了。我立刻带领队伍发起攻击，按弩和声波发射器同时启动，门口的守卫被打得措手不及。我们冲进工厂，发现里面果然有很多培养舱，里面关着正在变异的丧尸，他们的身体不断扭曲，看起来痛苦不堪。快销毁培养设备！张主任大喊道。士兵们立刻上前，用炸药炸毁了培养舱和控制台。就在这时，工厂的地下室传来一阵脚步声，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冲了出来，他们手里拿着注射器，里面装满了绿色的病毒药剂。你们毁了我们的研究！为首的博士模样的人嘶吼着，将药剂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瞬间变成了一只巨型变异丧尸。他的手臂粗壮无比，皮肤坚硬如铁，朝着我们疯狂扑来。我立刻射出涂疗解药的穿甲箭，却被他的皮肤弹开。老陈扔出燃烧瓶，火焰暂时逼退了他。李医生之前给我们的改良穿甲箭派上了用场，我装上箭头，瞄准他的眼睛射去，箭头刺穿眼球，深入大脑。巨型变异丧尸发出一声嘶吼，轰然倒地。剩下的研究员见状，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我们销毁了所有的病毒药剂和研究资料，解救了培养舱里
里还未完全变异的受害者，带着投降的研究员返回堡垒。回到堡垒，我们对投降的研究员进行审讯，得知他们是一群疯狂的科学家，想要通过改造病毒创造出强大的变异体，从而统治世界。他们的研究资金来自一个神秘组织，这个组织在全球多个城市都有秘密基地。这个组织的标志是一只黑色的蝎子。一名研究员交代，他们还派了人来汉城监督我们，现在应该还在城里。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个神秘组织的存在对所有幸存者都是巨大的威胁。为了找到神秘组织的据点，我们让张主任带领医护人员继续完善解药，救治受害者。老陈则带领士兵们在汉城范围内进行侦查，寻找黑色蝎子的标志。我则留在堡垒，整理审讯资料，分析神秘组织的行动规律。侦查进行到第3天，老陈传来消息，在汉城的一座废弃写字楼里发现了黑色蝎子的标志。我立刻带领小队赶过去，写字楼里一片死寂，电梯已经损坏，我们只好沿着楼梯向上攀爬。爬到10楼时，我们听到了说话声，透过门缝看去，里面有5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他们正在查看一份地图，上面标注着多个病毒投放点。这些人就是神秘组织的成员，我低声说道。我们悄悄推门进去，声波发射器突然启动，黑色西装的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我们趁机将他们制服，在他们身上搜出了一部卫星电话和一份加密文件。破解文件后，我们震惊地发现，这个神秘组织计划在1周后向全球多个城市投放新型病毒。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更快，变异能力更强。我们必须在1周内阻止他们的阴谋。可神秘组织的总部在哪里，我们还一无所知。通过卫星电话的通话记录，李医生追踪到神秘组织的信号来自汉城的港口，那里有一艘货轮，应该是他们的移动总部。我立刻召集所有力量，准备对货轮发起攻击。张主任带领医护人员留守堡垒，确保安全社区的稳定。我带领老陈、李医生和20名士兵，驾驶着3辆越野车朝着港口出发。港口的守卫异常严密，货轮的周围停着几艘快艇，船上布满了监控摄像头和重武器。我们兵分2路，一路用声波发射器吸引守卫的注意力，另一路乘坐快艇从货轮的侧面潜入。我制定了作战计划。行动开始后，第1路士兵在港口的另一侧发起攻击，声波发射器的刺耳声响立刻吸引了守卫的注意，他们纷纷朝着声音来源跑去。我和老陈、李医生则带领第2路士兵乘坐快艇悄悄靠近货轮，用撬棍撬开了货轮的侧门，潜入了船舱。船舱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走廊里布满了管道和电线。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很快就听到了会议室里传来的声音。透过门缝看去，里面有10名神秘组织的核心成员正在讨论病毒投放计划。就是现在！我大喊一声，一脚踹开房门，士兵们立刻冲进去，用麻醉网将他们制服。就在我们控制局面时，货轮的警报突然响起，船长发现了异常，开始启动货轮，准备驶离港口。李医生立刻冲向驾驶室，想要阻止船长，可驾驶室的门被锁死。老陈用炸药炸开房门，我们冲进去将船长制服。此时，货轮已经驶出了港口，朝着大海的方向前进。我们只好将货轮掉头驶回港口，同时联系张主任，让他派车来接应。回到港口，我们在货轮上搜出了大量的新型病毒药剂和投放设备，还有一份神秘组织的全球基地分布图。我们将新型病毒药剂和投放设备全部销毁，然后根据全球基地分布图向其他城市的幸存者发送了求救信号，告知他们神秘组织的阴谋。同时，我们对抓获的神秘组织成员进行审讯，得知他们的总部位于一个偏远的岛屿上，那里有更强大的病毒研究设施。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摧毁他们的总部。我说道。老陈和李医生都表示同意，张主任则担忧地说：堡垒和安全社区需要有人守护，而且距岛屿的路途遥远，风险太大。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兵分2路，我带领老陈和10名精锐士兵乘坐货轮前往岛屿，摧毁神秘组织的总部。张主任带领其余人员留守堡垒，继续完善解药，扩大安全社区，接应其他城市的幸存者。出发前，我们给货轮装满了柴油、物资和武器。李医生还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病毒探测器，能提前预警病毒的存在。货轮驶离港口后，我们沿着海岸线前进，沿途遇到了不少被丧尸围困的幸存者，我们都停下船，给他们注射解药，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岛屿上。航行到第5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神秘组织的总部岛屿，岛上布满了防御工事，岸边有重炮和巡逻艇守卫。晚上再行动，趁他们不备潜入。我决定到夜幕降临，我们乘坐快艇悄悄靠近岛屿的后侧，那里的防御相对薄弱。潜入岛屿后，我们发现岛上的研究设施建在地下，入口处有重兵把守。老陈用麻醉剑放倒了守卫，我们趁机进入地下设施，里面灯火通明，无数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正在忙碌。培养舱里关着各种恐怖的变异体，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目标直指核心实验室，那里存放着新型病毒的原始毒株。地下设施的走廊里布满了监控和红外感应装置，老陈用工具破坏了装置，我们继续向核心实验室前进。途中，我们遇到了几只被放出的变异体，它们速度极快，力量惊人。我射出涂有高浓度解药的穿甲箭，精准命中它们的核心，很快就将它们解决。终于到达核心实验室门口，门口有2名手持重机枪的守卫，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钢铁丧尸，它的身体被金属装甲覆盖，看起来坚不可摧。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你们趁机解决守卫，进入实验室。我对老陈说，我冲出掩体，朝着钢铁丧尸射击，他果然朝着我冲来，金属装甲碰撞发出哐哐的声响。老陈趁机射出麻醉箭，放倒了2名守卫，然后和士兵们一起冲进实验室。实验室里，几名核心研究员正在转移原始毒株，看到我们进来，立刻按下了警报按钮，快销毁毒株！我大喊着，避开钢铁丧尸的攻击，朝着实验室的低温冰箱冲去。老陈则带领士兵们阻止研究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
我到达冰箱前，正准备按下销毁按钮，钢铁丧尸突然冲了过来，一把将我撞飞。我挣扎着爬起来，发现手臂被金属装甲划伤，鲜血直流。老陈看到我受伤，立刻扔出燃烧瓶，火焰烧到了钢铁丧尸的关节处，他的洞变得释放起来。我趁机拿起旁边的液氮喷射器，对准钢铁丧尸的头部喷射，他的头部瞬间被冻结，动作彻底停止。我赶紧按下销毁按钮，原始毒株被高温焚毁。就在这时，地下设施突然开始震动，警报声响起，自毁程序启动，10分钟后爆炸。我们立刻撤退，沿着原路冲出地下设施，乘坐快艇返回货轮。货轮驶离岛屿时，身后传来剧烈的爆炸，神秘组织的总部被彻底摧毁。返回汉城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一场暴风雨，货轮在海浪中剧烈颠簸，不少士兵都晕船了。老陈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之前在家乡打鱼时积累的，协助船长稳定了船身，我们才平安度过危机。经过10天的航行，我们终于回到了堡垒。远远望去，堡垒周围的安全社区已经扩大了不少，新建的房屋整齐排列，种植区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幸存者们正在忙碌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我们回来，张主任立刻带领大家前来迎接。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不少其他城市的幸存者都赶来投奔，安全社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00多人。李医生研发的解药也批量生产，他们还组建了救援队，前往周边城市解救被丧尸围困的幸存者。可就在我们庆祝胜利时，一名救援队的成员匆匆赶来，脸色凝重地说：“我们在汉城西部的山区发现了大量的变异丧尸，他们的外形和之前遇到的都不一样，而且似乎有智慧，懂得团队协作。”我心里一沉，难道还有漏网的病毒毒株？我们立刻召集核心成员开会，决定第2天前往山区探查。晚上，我检查了手臂的伤口，发现已经愈合，但李医生还是给我做了全面检查，确保没有感染病毒。第2天一早，我带领老陈、李医生和15名士兵出发，前往西部山区。沿途的丧尸越来越少，但植被却异常茂盛，似乎受到了病毒的影响。到达山区后，我们发现这里的变异丧尸果然与众不同，它们体型简便，行动灵活，还会设置陷阱，不少士兵都不小心中招，受了轻伤。我们只好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前进。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巢穴，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里漆黑一片，我们打开手电筒照亮了前方的道路。走了没多久，就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声，像是某种生物在交流。继续深入，我们看到山洞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台，石台上趴着一只智慧丧尸，它的体型和人类相似，但头部更大，眼睛发出蓝光，周围围着几十只变异丧尸，像是在听它指挥。这只丧尸竟然有智慧！李医生惊讶地说。智慧丧尸看到我们，立刻发出一声尖叫，周围的变异丧尸纷纷朝着我们冲来，他们配合默契，有的负责正面攻击，有的负责侧面偷袭，还有的竟然懂得投掷石块。我们一时陷入了被动，用声波发射器干扰他们的通讯。我大喊道，士兵们立刻启动设备，刺耳的声波让变异丧尸们变得混乱，他们的攻击节奏被打乱。我趁机射出穿甲箭，瞄准智慧丧尸的头部射去，却被他侧身躲开，箭擦着他的耳朵飞过。老陈扔出烟雾弹，山洞里瞬间弥漫着浓烟。我们趁机撤退到洞口，设置防御工事。智慧丧尸带着变异丧尸追了出来，他们在烟雾中失去了目标，变得更加狂躁。我让士兵们分成2队，从2侧包抄，用麻醉网困住变异丧尸，然后注射解药。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我们终于制服了大部分变异丧尸，可智慧丧尸却趁机逃回了山洞深处。我带领几名士兵追了进去，发现山洞深处有一个小型的研究室，里面有不少电脑和实验设备。智慧丧尸正在操作电脑，似乎在发送某种信号。我悄悄靠近，突然发起攻击，用短刀刺穿了他的后脑。智慧丧尸倒在地上，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段未发送成功的信息，内容是病毒已进化出智慧体，请求支援，准备反攻。我们销毁了电脑和实验设备，带着被制服的变异丧尸返回堡垒。李医生决定对智慧丧尸的尸体进行解剖研究，看看能否找到病毒进化的秘密。回到堡垒，李医生立刻对智慧丧尸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他的大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神经元的数量是普通人类的3倍，这也是他拥有智慧的原因。病毒不仅能改变生物的身体，还能进化出智慧，这太可怕了。李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张主任拿着一份检测报告走进来，我们对山区的土壤和水源进行了检测，发现里面还有一种未知的病毒变种，这种变种能促进生物的进化，智慧丧尸就是被它感染的。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清理山区的病毒变种，否则还会出现更多的智慧丧尸。我们制定了清理计划，将安全社区的幸存者分成2组，一组由张主任带领，负责生产解药和防护设备；另一组由我、老陈和李医生带领，前往山区喷洒消毒剂和解药，清理病毒变种。出发前，我们给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注射了升级版的解药，穿上了防化服。到达山区后，我们分成多个小队，对山洞、河流、土壤进行全面清理。老陈带领小队喷洒消毒剂，我和李医生则带着解药，对被困在山区的幸存者进行注射。清理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几只新出现的智慧丧尸，他们比之前那只更聪明，竟然懂得躲避声波发射器的攻击。我们只好改变战术，用麻醉网和陷阱将他们困住，然后注射高浓度解药。经过5天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山区的清理工作，土壤和水源中的病毒变种被彻底消灭。返回堡垒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一支来自其他安全区的救援队，他们告诉我们，全球范围内的病毒疫情正在逐渐得到控制，不少国家已经建立了大型的安全区，正在全力研发彻底消灭病毒的药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知道这场漫长的生存之战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随着全球疫情的好转，越来
来越多的幸存者来到我们的安全社区，社区的人口很快突破了1000人。为了更好的管理，我们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我担任组长，老陈负责后勤保障，张主任负责医疗救助，李医生负责科研工作，士兵们则组成了安全部队，负责社区的防御和巡逻。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我们修建了学校、医院、工厂，幸存者们各司其职，有的种植粮食，有的制造工具，有的救治伤员，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李医生的科研团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研发出了一种能彻底消灭病毒的口服药，只要服用1个疗程，就能完全清除体内的病毒，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就在我们准备批量生产口服药物时，安全部队的士兵传来消息，汉城的市中心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进化丧尸，它的体型比之前的母体还要庞大，而且拥有多种变异能力，能喷射毒液、释放声波，还能召唤普通丧尸。我立刻带领老陈、李医生和20名精锐士兵驾驶着改装后的装甲车前往市中心。到达目的地后，我们看到进化丧尸正在破坏城市建筑，周围的丧尸群像是潮水一样不断涌向它。它在吸收其他丧尸的能量。李医生惊呼道：“我们立刻发起攻击，装甲车的火炮朝着进化丧尸射击，声波发射器和按钮也同时开火。”进化丧尸被激怒了，它朝着我们喷射毒液，装甲车的外壳被腐蚀得滋滋作响。我打开车顶的炮塔，装上涂有口服药物的穿甲弹，瞄准进化丧尸的头部射去。穿甲弹精准命中，进化丧尸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身体开始抽搐。我们趁机发起总攻，士兵们纷纷射出涂有药物的箭，进化丧尸的身体逐渐失去力量，最终轰然倒地。清理完周围的丧尸群，我们返回社区。李医生对进化丧尸的尸体进行研究，发现口服药物对它同样有效，这意味着我们的药物已经能应对所有类型的变异病毒。口服药物批量生产后，我们开始向全球的安全区免费提供，帮助更多的幸存者摆脱病毒的困扰。同时，我们的安全社区也成为了全球重要的科研和救援中心，不少国家的科学家和救援队都来到这里交流经验，共同对抗病毒。老陈带领后勤团队扩大了种植区和养殖区，确保社区的粮食和肉类供应充足。他还组建了一支建筑队，修建了更多的房屋和基础设施，让幸存者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张主任则带领医疗团队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体系，不仅能治疗病毒感染，还能处理各种常见病和外伤。我和安全部队的士兵们则继续在汉城及周边地区巡逻，清理剩余的丧尸，解救被困的幸存者。途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恢复秩序，幸存者们自发组织起来重建家园。可就在这时，我们收到了一份紧急求救信号，来自北部的一个小型安全区，他们遭到了一伙残余掠夺者的攻击。掠夺者们抢夺了他们的口服药物，还绑架了几名科学家，想要逼迫他们研发病毒武器。我立刻带领老陈和10名士兵驾驶着装甲车前往救援。到达北部安全区时，这里已经一片狼藉，房屋被烧毁，不少幸存者受伤倒地。我们赶紧救治伤员，然后向幸存者询问掠夺者的去向。他们朝着北部的雪山逃去了，那里有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一名幸存者告诉我们立刻追击。雪山的道路崎岖难行，装甲车无法前进，我们只好弃车步行，在雪地里艰难爬上。经过2天的追踪，我们终于找到了废弃的军事基地。掠夺者们正在里面逼迫科学家们进行研究。废弃的军事基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周围布满了陷阱。我和老陈带领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潜入基地。基地里的掠夺者大约有30人，都手持武器，警惕地巡逻着。科学家们被关在一间实验室里，门口有2名守卫。我和老陈去解救科学家，你们负责吸引掠夺者的注意力。我部署道。士兵们立刻朝着基地的另一侧发起攻击，枪声和爆炸声吸引了大部分掠夺者的注意。我和老陈趁机靠近实验室，用麻醉剑放倒了守卫，打开了房门。快跟我们走！我对科学家们说。他们看到我们，像是看到了救星，立刻跟着我们往外跑。可就在这时，掠夺者的首领带着几名手下冲了过来，想走没那么容易。他举起一把重机枪朝着我们扫射，老陈立刻扔出烟雾弹，我们趁机撤退。可一名科学家不小心摔倒了，掠夺者的首领趁机冲了过去，想要抓住他做人质。我立刻转身射出穿甲箭，精准命中首领的肩膀，他惨叫一声，重机枪掉在了地上。士兵们趁机冲了过来，与掠夺者展开搏斗。老陈带领科学家们先撤离到安全地带，我则留下来对付掠夺者的首领。他虽然受伤，但依旧凶悍，拔出腰间的砍刀朝着我扑来。我侧身躲开，掏出短刀与他近身搏斗。战斗持续了10几分钟，我终于将他制服。清理完剩余的掠夺者后，我们带着科学家们和被抢夺的口服药物返回了北部安全区。科学家们对我们感激不尽，愿意加入我们的科研团队，共同研发更先进的抗病毒药物。返回我们的安全社区后，我们为科学家们安排了实验室，让他们尽快投入研究。同时，我们加强了对周边安全区的保护，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随着科研团队的壮大，我们的研究进展越来越快。李医生和新加入的科学家们合作，研发出了一种病毒疫苗，只要注射1次，就能终身免疫所有类型的病毒。这个消息传遍了全球，所有幸存者都为之振奋。我们开始在安全社区内大规模接种疫苗，然后组织救援队前往全球各地，为其他安全区的幸存者接种。老陈带领后勤团队生产了大量的疫苗和运输设备，确保疫苗能安全地送到每一个幸存者手中。接种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我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联合国已经重新组建，正在组织全球范围内的重建工作，邀请我们的安全社区加入，共同制定重建计划。我决定带领李医生和张主任前往联合国的临时总部参加重建会议。前往临时总部的途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恢复秩序的城市，幸存者们正在努力重建家园，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到达临时总部后，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分享了我们的抗疫经验和科研成果。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全球互助、共同重建的理念，得到了所有代表的认可。联合国决定将我们的安全社区设为全球抗疫和重建的示范基地，向其他地区推广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返回社区后，我们开始按照会议制定的计划，协助周边城市进行重建。我们派出了建筑队、医疗队、科研队，帮助他们修建房屋、建立医院、普及疫苗接种。老陈还教会了其他地区的幸存者种植和养殖技术，确保他们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就在重建工作顺利进行时，李医生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变异迹象，但这次的变异体似乎对疫苗有免疫力。我们立刻展开研究，想要尽快找到应对方法。李医生带领科研团队对新的病毒变异体进行研究，发现它是一种复合型变异病毒，结合了之前多种病毒的特点，而且能快速适应疫苗的抗体。这也是它能免疫疫苗的原因。我们需要研发一种新型疫苗，针对它的复合型结构进行设计。李医生说道。为了收集更多的变异病毒样本，我带领老陈和5名士兵前往汉城的废弃医院，那里曾是病毒爆发初期的重灾区，可能残留着各种病毒变异体。到达医院后，我们发现里面布满了灰尘和蛛网，走廊里躺着不少丧尸的尸体，都是已经被病毒彻底侵蚀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终于找到了新的病毒变异体样本。可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一只感染了复合型变异病毒的丧尸突然从病房里冲了出来，它的速度极快，还能喷射出带有病毒的雾气。我立刻射出涂有新型解药的穿甲剑，却被他躲开。老陈扔出麻醉网将他困住，可他竟然挣脱了麻醉网，继续朝着我们扑来，用火焰喷射器！我大喊道。一名士兵立刻启动火焰喷射器，火焰瞬间将他包围，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倒在地上不再动弹。我们带着病毒样本返回社区，李医生立刻投入研究。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终于研发出了新型疫苗。这种疫苗能同时应对多种病毒变异体，包括复合型变异病毒。我们立刻开始批量生产，在社区内进行接种，同时组织救援队将疫苗送往全球各地。接种了新型疫苗后，新的病毒变异体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没有再出现新的感染病例。全球的重建工作继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我们的安全社区也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人口突破了1万人，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学校里传来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工厂里机器轰鸣，医院里秩序井然，种植区里硕果累累，幸存者们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1年后，全球的病毒疫情已经基本结束，大部分城市都恢复了正常秩序，人们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安全社区被命名为汉城新镇，成为了全球最繁华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作为汉城新镇的镇长，带领大家继续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修建了机场、火车站、港口，加强了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和贸易往来。老陈成为了农业部长，负责城市的粮食生产和供应。他推广的新型种植技术，让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不仅能满足汉城新镇的需求，还能出口到其他地区。张主任担任卫生部长，建立了全球最先进的医疗体系，不仅能治疗各种疾病，还能快速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李医生则成为了科研院长，带领科研团队继续研究病毒，防止病毒再次变异和爆发，同时研发出了更多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药物，造福人类。安全部队也进行了重组，成为了一支正规的军队，负责汉城新镇的国防和全球范围内的维和任务，帮助其他地区打击残余的掠夺者和丧尸。这一天，汉城新镇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庆祝疫情彻底结束和城市重建完成。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都前来祝贺，广场上挤满了欢乐的人们，孩子们放飞了和平歌，天空中绽放着美丽的烟花。我站在广场的高台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起了疫情爆发初期的艰难岁月，想起了那些为了生存而战斗的日日夜夜，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和同胞，心中感慨万千。正是因为大家的团结、勇敢和坚持，我们才能战胜这场可怕的疫情，重建家园。老陈、李医生和张主任走到我身边，举起酒杯，为了和平，为了未来。我笑着举起酒杯，与他们碰在一起，为了所有幸存者，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也照亮了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这场漫长而艰难的生存之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庆典结束后的第3天，科研中心的病毒探测器突然发出微弱警报。李医生第一时间上报，城西边境的土壤样本中检测到微量病毒残留碎片，虽未形成活性毒株，但存在重组风险。冷锋立刻召集核心团队，老陈带农业队封锁边境种植区，暂停跨境物资运输。张主任启动医疗应急响应，对边境居民进行免费检测。李医生尽快分析碎片基因序列。各部门迅速行动。老陈带着队员拉起隔离带，用特制消毒剂对土壤深度喷洒。凭借多年农耕经验，避开作物根系，避免污染扩散。张主任的医疗团队搭建临时检测点，半天内完成2000余人的筛查，未发现感染病例。李医生的科研团队通宵攻关，确认碎片是母体销毁时残留的基因片段，无法独立复制。冷锋带队前往边境实地勘查，发现碎片来源是一只深埋地下的丧尸残骸。安全部队迅速清理残骸，用高温焚烧彻底销毁。返程途中，
看着边境线上整齐的防护网和忙碌的工作人员，老陈感慨，现在咱们有完善的体系，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孤军奋战了。夕阳下，汉城新镇的轮廓依旧清晰，科研中心的灯光与家家户户的炊烟交织。冷风知道，和平从不是一劳永逸，但只要众人同心，这座用勇气和坚守筑起的家园，终将抵御所有风雨，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安宁。